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赵丽颖侵占25万元的生存权，付出15万元的代价，合乎情理吗？近日，拥有60万支持者的大 V 微博的创始人海玲发布了一个询问，称赵丽颖认为她作为知名人士不会承认公众对微博的审查和管理。我质疑赵丽颖的评估问题和她15万特权法官对不正当公平的高度判断。他凭什么承认对赵丽颖平庸粉丝的虐待、扼杀道德绑架和尴尬？赵丽颖年薪巨额，道德损害费12万元，金钱损害费3万元。多数人是否没有选择审查指定当局的常任权力的判断？任何流量明星都不可能比别人好，你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中国公众给的。法律公平是公民权利。在回答赵丽颖粉丝的问题时，主创海玲说，赵丽颖的声望有15万，中国人的寿命只有25万。北方共同任命当局的判断没有问题吗？质量差的粉丝是工匠们快速踢桶的中心。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法律专家，鉴于我涉足内陆区及城市社区，普通过世费基本很难低于60万元。深深的怀疑，要考察赵丽颖的名誉权问题的报酬是否合理，我们首先要理解侵犯名誉权应当支付报酬的原因。基本原理是，你的行为让别人受苦，你应该付出代价来补偿别人的不幸。说白了，张三把李四的手机弄坏了，张三应该协助李四修手机，或者用另一部手机报答李四。张三的报酬应该和李四的不幸相当。我国和睦法典第995条规定，在不考虑人格自由的情况下，受害人有权要求肇事者按照本条例及其他规定的安排承担共同义务。法定时限总体上对受害者是否正确停止侵占、排除障碍、处置风险、消除影响、恢复恶名和表示悔恨的行为没有重大影响。这里的品格自由在共同法典第990条中有规定。品格自由是生命、身体、幸福、姓名、头衔、代表权、恶名、荣誉、安全和不同自由的特权。侵犯名声的权利应该得到纠正。根据个人法庭日常散发的悔罪书的表述，侵权人所支付的报酬包括金钱报酬、取消不当评论、和解情绪，并暗示其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和经济报酬。赵丽颖抹除失礼的言论和悔恨的说法是一样的，不是赵丽颖的基本名誉的侵占，应该还15万。恶名是社会性的，侵犯名誉权所带来的伤害既包括对她的社会形象的伤害，也包括对心理的伤害。作为明星，赵丽颖的职业格外依赖社会图景，因为在这种社会图景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其作为明星存在的基础已经丧失。因此，指定机关将赵丽颖的薪酬作为一种视角变量纳入考量并不算多，而对比赵丽颖的薪酬15万并不值得关注。随后，考虑到名誉权被侵犯给赵丽颖社会形象带来的伤害，以及对其大脑研究的伤害，在评委的警惕下，创作者承认15万元的报酬并不过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02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期待程毅的莲花巅峰？他和李莲华这个人相处的怎么样？程毅的莲花风在有效射击，你说你期待吗？该剧改编自藤平的《荷花吉祥》一书，讲述了李莲华和狄飞升在外地做事零欲望的故事，在以人间福祉为己任的年轻人牙多生的带动下，重振了活力和自豪感。他讲述了个人为解决世界各地的奇怪案件并重建地球上的公平与和谐而奋斗的故事。武器枪械也看过小说，小说里的李莲华精致却杠杆，情节特别令人振奋，耸人听闻和消耗大脑。程毅在剧中的造型也被追捧，不得不说他豪爽无比，他的性情还是格外接近剧中人。程毅会配得上你照顾的莲花吗？程毅真的很励志。火器武器其实是在电视剧《琉璃》里认识的。
他特别喜欢他扮演的司凤这个工作，他非常温暖。尽管他对男主角处理不当，但情节同样被大大简化了。离家近了，光看这些好东西，这部剧还是值得期待的。样式尚未在网上发布，演员阵容是中等强度的重要领域。白色和粉红色的混合特别令人惊叹，一种年轻的精神扑面而来。我不检查，但没有人看到这一点，他真的很有创意。而且我不敢相信程毅已经30岁了，我不断地感觉到他还是个少年，而且他对年轻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最近程毅的热播剧就像沉香一样。不得不提的是，程毅的古装和现代装在气质上真的很别致。在我看来是很喜欢程毅的古装，而且程毅的出场能力也很在线，而且演技也很稳定。要不他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可能达到1000万以上的狂热了。程毅的长相并不总是足够阳刚，所以他的很多角色都是那种特别温和敏感的男主，而且几乎每个剧中的男主都可能非常虐待，经常滥用目标市场的心肺。程毅的现代装扮既强壮又成熟，乍看之下，他谨慎、温和、体贴，有男朋友的性格。程毅在非公开场合穿的衣服也特别舒服。在夏天，他经常出现在运动自由短裤和许多花卉衬衫上。认识程毅的人都知道，他喜欢穿花衬衫，显得非常热闹。看了程毅的剧照，感觉程毅还是很接近莲花楼的功能的。你在寻找他吗？03吴磊、赵露思。赵露思的屏下生意很少，但 CP 感还是过分了。各个方面的团队，了解自己的团队。吴磊和赵露思因为《星光灿烂》的热播，再次获得了过分的关注度，成为了这一时期最出名的男女演员。不是最好的，他们的 CP 口碑也不错，有很多 CP 狂热者在不断的帮助和追求。他们还给他们取了一个好听又可爱的名字——无路客滚开，可见狂热分子没有任何逃脱的手段，被深深吸引。吴磊和赵露思的屏下混夜可能很少见，但好处在于有 CP 感。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吴磊和赵露思的互动最好仅限于剧中，而且可能都是公开互动的，都与剧中人物的名字互动。一方面可以给目标市场一种代入感，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目标市场真正区分剧中的 CP， 不再是我的 CP 非常自己。但是大部分的狂热分子都糊涂了，他们可能是他们自己的 CP。在剧中，他们的整体表现不错，深情款款，但还夹杂了一些虐待狂的元素，让目标市场无法帮助他们，而是将他们带入他们的境地。抛开剧情和人物，单看吴磊和赵露思 CP 感还是不错的。首先是帅哥靓女的配置，目标市场基本吃这一套，在选演员的同时，戏份也可以加分。其次，两个人年龄相仿，纹路相近，肯定更接地气，更栩栩如生，另类都处于著名的状态，而且他们属于轰轰烈烈的联盟。总之，每一个戏里戏外，他们的 CP 感都明显够用。正因为他们经历了足够多的 CP， 他们仍然可以凭借几场离屏而出名。当涉及到他们的屏幕外集成时，目前还没有很多，可能很少有人可以用来解释他们。最大最新款在奢侈名牌的可靠的场合变成了，他们不常出席，却没有一起走过粉红色的地毯，也没有一起坐下。最好的互动变成了吴磊和赵露思打招呼的时候，总之在离场前交换了几句台词。这可能会让 CP 狂热者高兴，好像他们可能正在庆祝新年一样。很明显，认可是这么过分，聚在一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方面。为什么每个方面的组不设置它？没有多余的温暖是徒劳的。现在不再绑定，现在不再绑定，现在不再绑定。这里有团队自己的思维定式，现在不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吴磊和赵露思这两组人的思维定式就是要认清自己团队是策划艺人发展的幕后力量。
看到吴磊和赵露思这么受 CP 追捧，团队也不想捆绑了。但从长远来看，最好不要绑定太深。一方面，捆绑太深不利于后续的解绑。戏结束后，吴磊和赵露思势必解开，为后续发展做好准备。绑得太深是阻碍，一时半会解不开，会耽误吴磊、赵露思和其他演员的演技。一旦与对方联系得太深，与其他伙伴的后续合作无法产生结果，那就得不偿失了。还有舆论的问题，绑定太深会让 CP 粉陷入幻想的不理想状态，产生一些极端的想法。这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会引起本来可以避免的公众风波，影响吴磊和赵露思的公众形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程毅、袁冰妍、肖战、杨紫等荧幕 CP。基于以上弊端，吴磊和赵露思团队的态度就是要注意自己的4个角色。确实如此，剧集热播期间，两队只宣传自己的艺人，尽量不带对方。其次，他们没有刻意买2个人的 CP 话题来制造人气，他们也没有试图将2个人的业务匹配在一起。但如果他们可以不同，把关爱自己的原则贯彻到底，才能长远思考。搭档就是搭档，别绑得太深，以后继续一个人走。